今天咱们修一台电风扇，它的问题呢是电机不转。客户说去年还能使用，然后今年呢拿出来用的时候，电机就不转了。现在呢我们看一下，开关打开之后，它都是不转的，1、2、3档都不转。然后呢我们把定时打开，它也是不转的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然后呢我们拿一个这个东西啊，拨一下这风扇，转动还是挺轻的。像这种电机不转的情况呢，我们首先呢要先听一下，就是打开开关的时候，我们先听一下后面这个电机，听一下有没有嗡嗡的声音。如果有嗡嗡声音，就证明这个电机上面是有电的。有电，电机不转，一般呢都是电机或者是电容坏了。然后我这一台呢是听着电机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机上是没有电。它的问题呢就是电扇内部线路有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电给它断掉之后啊，把这个底壳我们给它拆开。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定时器。然后呢，客户呢可能是自己以前维修过，他把这个定时器呢已经给剪断了，不用定时器了，它是直接接到这个电源上面了。像有这个定时器的，一般呢我们不通电的情况，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定时器。其实呢，定时器坏的也是比较多的。定时器呢，主要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接触点，看有没有氧化。如果氧化特别严重的情况下，当把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啊，看着它两个是接触到一起了，不过这两条线它是不导通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第一个要检查这个定时器。它这个定时器既然呢已经都拆掉了，我们就不需要管它了，不用再检查它了。我们呢现在主要就是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它导通不导通。电源线实际上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坏的也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先检查一下，我们用汪洋表的2级风鸣档测量一下电源线。电源线看它到底断不断，这个是导通的。然后我们再测量下一条，测量这个蓝色的。这个电源线2条线都是没问题的，都不断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另外这个，这是档位开关。现在呢，我们刚才不是测量的时候，这个电扇呢是3个档电扇都不转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都不是这个开关坏了。如果开关坏的情况下，它不会这3个档同时都坏，是吧？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啊，这电风扇呢它这个电机坏了。我们呢主要给它换个电机就能修好这个电扇。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机的更换方法。好了，视频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咱们给客户改装一个电风扇，他说他这个电风扇呢是开1档的时候，就是最慢档的时候，他说这个风速呢还是有点快，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，让这个风速呢稍微慢一点，吹出来的风呢也比较柔和一点。但是他还有个要求，就是开最快档3档的时候，他想这个速度呢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还是让这个风速非常的大，转速非常快。我倒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，就是把这3个档可以给它改装成是6个档，分为慢3档和快3档，改好之后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。我们首先呢先把电风扇拆开，然后改装所需要的元件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容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容，其实啊像这样的电容也是可以使用的，它们2个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使用。然后再需要一个这样的船型开关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船型开关，只需要一个电容也可以来降低电机的转速的。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组合在一起的改装方法，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单独电容的一个改装方法。先在电风扇内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把这个开关给它安装上去。首先要开个孔。我的开孔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用一个报废的电烙铁头给它探个孔就行了。这个开关我选择了一个2个档位3个引脚的，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在这个开关的1角和3角上面。焊好以后，我们找一下这个电扇上面这个电源线。其实这2条线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剪一条线，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剪掉也行。2条都一样，实际上我们给它剪断。剪开之后，把这2个线头我们都给它先拨出线头。
这一条也是一样，拨出线头。拨好以后，我们分别把这两个线头给它焊在这个开关上面。这两个其实也不分正负极的，随便往上焊就行了。我们把这个焊在这个电容上面。另外这条电源线我们给它焊在开关的中间这个硬件上。就这样就改装好了啊，看一下非常简单是吧？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，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啊，它是从这儿进去之后，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慢档的时候，它是这两个引脚导通，然后它进去之后，然后到这儿经过一个电容，然后回到电机上面。经过电容以后啊，它就会降低它的电压，然后就会电机转的比较慢一点。然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高档的时候，就是前面这两个引脚导通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呢进去之后直接就出来了，它是和原先的速度是一样的，电压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不用这开关的情况下，其实关个电容，只单独个电容也是可以来改变电机的速度的。不过它只能改变一个单位的速度。我们把这电容其实如果一档的情况下，我们把这条蓝色线从中间给它剪开，然后串上这个电容，就可以实现这个一档转的比较稍微更慢一点。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，电容的容量越大，它降压降的就越少；电容容量越小，它降压降的越多。就是电容它的容量越小，电机的转速它就越慢。我选择的这一个是 3.3 微发的，现在我们把它装起来来测试一下。好的，我在这儿呢写了个标签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是慢3档，然后这儿是快3档。我们先把这开关打到慢3档这儿来测试一下，先开个1档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。风扇大家有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转速的，大家可以听这个风声就能分辨出来它的速度了。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，听一下这个风速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把这个再开到快档上，然后测试一下，听一下这个风速有没有变化。明显是快了，是吧？快了许多。然后我们再调到慢档这儿，然后这些档都是可以来使用的，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慢的。想要达到以前的速度呢，我们就把这儿调成是快档就行了。听一下这个风速。非常大是吧？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，我打算下一步我申请个专利，来大批的生产这种电风扇。今天咱们修一台电风扇，它的问题呢是电机不转了，风扇没有任何反应。通完电去之后呢，我们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1档、2档、3档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感觉就是跟不通电是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找个东西拨一下这个风扇，看一下还是比较轻的。它转动是比较轻，然后呢，它这个风扇就是不转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拆开以后呢，我们第一步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，看它还通不通。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绝缘保护套我们先给它拽开，然后呢，这2条线我们分别都要测量一下。这一条是导通的，这一条也可以导通，然后这个电源线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定时器，看它有没有问题啊。这定时器呢，它也是一个总开关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是打开的状态，看一下这个内部接触点它是结合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测量一下，看它能不能导通。如果不导通啊，就是这个定时器坏了，它也是没问题的，可以导通。然后呢，像这种情况啊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这2个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电源线和定时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然后上面这个开关，这个档位开关，它一般是没有问题的。它如果坏的情况下，不可能这3个档同时坏，是吧？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忽略掉，它是没问题的。像这种情况，电风扇不通电，电机不转，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这个电机坏了，或者呢是电机上面的电容有问题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把上边这部分给它拆开。来检查一下电容，看有没有问题。这个上面呢，就一圈，就这几个卡扣，把卡扣抠开之后啊，这个后盖就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检查一下上面这个电容，像电风扇的电机不转，大部分啊都是电机的问题。其实这电容坏的是比较少的。然后我们拨出线头来测量一下，估计啊
这个电风扇呢也是电机坏了，电容一般都坏的很少。我们给它先短接一下，放一下电，然后呢我们再测量。我们看这个容量是854纳法，这容量是不足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上面的标称是一个1.2微发的，看一下1.2，这个容量是不足的。我们换个电容来试一下，这样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接上去这个电容，这个也是个1.2微发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开始通电。通上电机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1档，它并没有转；2档它也不转；3档也是不转的。它的问题呢就是电机坏了。现在呢我已经换了一个电机上去了，这是个纯铜电机，然后呢前后也带轴承。现在呢我们开机来看一下，开个电扇来看一下，看已经转了是吧？没问题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修一台空调，它的问题啊就是一点不制冷。吹出来这个风啊，就跟自然风是一样的。现在已经开了几分钟了，还是这个样子啊。现在要去外机来检查一下，看是什么问题。外机在这个平房上面，然后上去检查一下。平房这活还是很容易上去的，好干。我们看一下外机，它是工作的，风扇是转的，然后也能听到压缩机已经运行了。然而它这个问题就是不制冷。首先先摸一下这两个管子，看一下高压管没有凉的感觉，然后低压管这个粗管是低压管，摸着也一点不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低压管这儿全是油，周围这个油呢一般的出现的情况都是漏氟了。制冷剂漏出来之后啊，它就会出现这些油，因为这个制冷剂呢在压缩机里面混合到一块儿，跑出来之后就是这些油。它的问题呢就是明显的缺氟了，就是氟缺的还是比较严重，应该氟都跑完了，所以它是出现不制冷。问题就是低压这儿漏，应该是我们先加点氟，然后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这儿漏。在这个加氟管这儿我接了个压力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啊现在是多少。看这个压力呢是一点没有是吧？这氟是整个都漏完了。先加点制冷剂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漏氟。先排点空气，把空气排掉。然后打开房门。现在看一下这个细管、高压管，瞬间就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检测一下，用洗洁精就行，点洗洁精，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气泡出来。如果有气泡出来，就证明低压管这儿漏氟、漏制冷剂。低压管是漏的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有气泡出来，有气泡呢，就是证明是它漏了。我们需要给它拧紧一下，把漏给解决掉。然后再上点看一下还漏不漏，还是有点漏。这是一台变频空调，用的制冷剂是410A， 加了8个压力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流，现在是6.45，然后摸一下这个低压管已经凉了，高压管更凉，现在就已经加好了 ，OK 了。现在这个凉风已经出来了，没问题了。家里的电风扇坏了以后，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只需要花10块钱买个万能主板，用螺丝刀把线接上就能使用，超级简单，不用电烙铁就能安装好。今天维修一台电风扇，它上面的坏的元件是太多了，没有价值维修了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万能主板的一个安装方法，其实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。这个万能主板呢还带一个遥控器，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。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安装方法。首先我们先把这条电源线，我们看一下，先把电源线我们给它先剪断，裁下来，然后呢给它先拨出线头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板子，
这儿进线这边有3个，一个是公共线，一个火线，一个零线。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呢，这个红色的先接在火线上。其实啊，这2条线随便接的，火线、零线是没有区分的，直接给它接上就行。先把这2条线我们给它接上，然后再接另外一条电源线。OK， 这个电源线接好了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旧板子上面这个有标注啊，1、2、3，这是3个档位。这个蓝色的是1档，我们先把这个1档给它先剪掉。剪掉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再给它拧到新板子上面，先给它拨出线头。好，拨出线头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，这儿也有个1，这就是1档，我们给它接在1档这个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在这儿标注是2，这就是2档的，我们把它给剪掉。还是先拨出线头，一样装在对应的位置，装在这个新板子上面。看一下，这个也是个标注这个2的地方，给它拧到这儿。其实很简单，就这几条线对应的给它装上就行。红色的是3档，把它剪下来，拨住线头之后，给它接在新板子3档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条线，上面标注一个 S， 我们把它给剪掉。这就是一个摇头电机的线，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摇头这上面，把这线都给它拧结实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个公共线是没有接线的，再看一下这3条线是接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还是一样给它剪下来。这条线呢，我们就给它接在新板的这个公共线上面，就这样就接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板子呢给它固定在这个电扇里面就可以了。装壳之前呢，我们先给它充上电来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正常使用。好，能听到滴的一声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开关，这个风扇并不转，然后试一下摇头，是可以正常摇头。经过检查之后，发现它这个电机也坏了，我感觉我应该去买彩票去，今天中奖了。这是换的新电机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正常转，可以转是吧？然后这个风速也是可以调的，关机也没问题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修一台空调，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吹出来的凉气啊不怎么凉，制冷效果非常差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室外来看一下它这个外机，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这个可不是，这个就是惠而浦的外机，听一下这个噪音还是挺大的。然后看这个风扇啊，这个转速看一下，转的比较慢，这是不正常的。转的越慢，它的散热越不好。空调呢，你看刚开了一会儿，我摸这个外机啊就比较的烫手，散热不好。然后看一下这2个管子，这个低压管有点水珠，高压管是干的，一点凉气儿没有。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给它断下电，然后先检查一下，看这个风扇为什么转的这么慢。拆开以后，像这种风扇就是这个风机转的比较慢，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启动电容问题。这个就是启动电容，我们主要就先检查一下它。先从外观上我们看一下就能看出来，这个启动电容已经都烧流了，看到没有？已经爆了，爆电容了。这是一个2.5微发的，我们给它换个电容。像这个风扇散热不好，风机散热不好，它就影响空调它的制冷效果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，还是这个散热器这边还比较脏是吧？也特别的灰尘，等一会儿还需要给它除下尘。这电容坏的，我靠，坏的正好不是位置啊，坏到这儿来了。这个螺丝的不好拆了。好，这个电容已经换好了，这就是那个坏的，这也是个2.5微发的，这儿直接爆了。
像这个空调，如果呢就是运行一切正常，就是制冷效果不好，或者是不制冷，首先一般就要检查这个风机，看它转的快慢。如果转的比较慢，就需要检查了。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散热器上面灰尘太多，散热不好也会影响空调制冷效果不好。我们先给它除下尘，然后再实际检查一下，看一下上面这个灰尘还是比较多的。如果自己家里面的空调出现像这种把这个网面全都堵住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及时清理。不清理的情况下，它是会影响空调它的散热的。散热不好，空调它的制冷效果就会变得很差。现在我们再实际看一下这个风扇转速就比较高了，散热问题可以解决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制冷剂缺少不缺少。运行了几分钟，看一下这个高压管已经有露水了，然后这个低压也是有露水的。然后我接了个压力表，看一下，这个现在它的压力是5个多，它是不缺氟的，这个氟不少。散热一切正常，不需要加氟，然后把这管给它拆掉。空调制冷效果不好，不一定就是缺氟了，先不要盲目的加氟。最后再把这个小盖子给它拧紧。好，现在室内这个吹出来这个凉气还是比较充足的，像这种故障很常见，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故障，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一下。现在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我们在扇电风扇的时候，感觉吹出来这个风啊，一点也不凉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我们用2个饮料瓶就可以让电风扇吹出来的风呢和空调一样，非常的凉快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饮料瓶上面这个包装纸给它先撕掉，然后呢，这一个也一样，也是先把它给去掉。去掉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呢，用电烙铁给它烫点孔。这孔呢，尽量要烫的多一点。这一面烫完以后呢，在它的另一侧也是一样，烫上孔。周围都烫好孔以后，首先呢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下边这半截不要烫孔，只烫上边半截就可以了。把这2个饮料瓶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们都烫好，然后呢，用刀片把这个底部呢给它先割一下。OK 呢，只需要割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每个角这个位置呢，再烫2个小孔。在这里呢，穿一个铁丝，两侧都一样，给它先绑个铁丝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就这样把它挂在电扇的后面，我们给它先固定一下，挂起来。好，这个挂好了，然后呢，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个我们也挂在这边，就这样呢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瓶子里面放点冰块，这2个都一样，都放上冰块。放完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原理呢非常的简单，就相当于和空调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呢在这边放上冰块，然后打开电风扇的时候，这个冷气呢就会从前面吹过去，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，这样呢吹出来风非常的凉快。据说呢，就是古时候啊，就是以前的皇帝啊，避暑的时候夏天就是采用的这个方法，用冰块来降温避暑。我们首先再看一下上面这些小窟窿呢，它能很有效的把里边这个冷气呢给散出来，散出来之后，然后通过电风扇就吹到前面去了。然后这边这个窟窿呢，我们看下边这部分是没有窟窿的，当这个冰融化了以后就会存在这一块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打开，到时候呢把这个水给它放了就可以了。道理我们都明白了，现在啊咱们把它通上电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
先开个1档，试一下。吹出来这个风呢，明显啊都比以前要凉快得多，效果真不错。再开个3档，实在是太凉爽了，感觉吹出来的风呢比空调还要柔和，然后非常适合降温。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温度感觉是非常的凉爽。这个方法怎么样呢，朋友们？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，可以按照我的方法，就这样简单的改装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实用，而且呢，它比空调要省电得多，非常实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家里的电风扇像出现这种转速非常慢、转不动的时候，像这种情况，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电机给扔了。如果把它扔了的情况下，就非常的可惜了。今天我教大家一招，只需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，这个电机修复好以后呢，接着再用个1-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需要用的工具呢也非常简单，就需要用一个螺丝刀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机给它拆开，这上面就这4条螺丝。像这个电风扇用个1-2年之后，这个电机啊一般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转不动了，转得非常沉。像这种情况啊，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机内部的问题啊。其实呢，也并不是说这个电机坏了，像这种情况它并不坏的，我们只需要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接着再使用。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拆完以后，我们就把这盖子给它打开。打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慢一点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都给它分离开。电机出现这种转不动或者转速慢，像这种情况呢，并不是说上面这个轴有问题或者是套有问题了，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呢，就是说这个轴套上面严重缺油引起的。缺油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干磨，然后它就阻力会变得非常大，所以它转的话就比较沉，转不动。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，那直接在外边点油就可以了，就是在外面给它加点油。其实啊，在外边加油是不行的，因为在外边加油啊，只能加1点油，加的油比较少，所以有时候啊，加完油之后用个1-2个小时，或者是用个1-2天，这个油消耗干以后，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，接着又会出现就是转不动。我们要是想从根本解决问题，就需要把这个电机拆开。拆开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机啊，它是有2个轴套的，然后前边一个。这个后壳上面还有一个，它是有2个轴套。我们加油的方式呢，并不是说在这个轴上面加油，轴上加油是不行的。我们必须要加对位置，加油的位置很重要，然后需要加什么油更重要。我们看这个轴套，这个上面是有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铁的就是一个轴套，然后在这个轴套这个边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，这样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看看这个就是个轴套，然后这个轴套周围呢，可以看到有一点这个白色的东西。这个白色的东西呢，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棉花一样的这种东西。其实呢，它里边呢是有作用的，它是可以储存润滑油的。我们把油加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加在这些地方，让这些油呢都储存在这个位置。当这个轴套在上面转动的时候，就会发热，然后这个油呢就会经过这个轴套，然后流到这个轴上面，起到个润滑的作用。其实这个轴套它是有很多微小的小孔的，这些油呢就可以通过小孔，然后流到轴套上面。知道怎么加油以后呢，然后这个需要用什么油，其实更重要。在加油之前，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轴呢，我们给大家清理干净，把上面这些污渍给它都清理干净。前面这边还有后边也一样，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再加油。我一直用的都是这种缝纫机油，其实这种油它比较稀，它这个浓度低，浓度越低对这个效果更好。电机自带的它这个润滑油一般都是这种浓度低的。我们加油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加在这个轴套上面，这一圈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多来一点。包括后边这个盖子这儿也是一样，这儿也给它多来一点。一定呢要把这个油加在这个吸油棉上面，让它都储存在这一块。加完以后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机等把它装起来，装起来之后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操作。
然后呢，我们慢慢的把这个钉子给它装回去，后边这个盖子给它扣上。拧好螺丝以后，最后呢，我们用这个油呢，在前面轴套给它再注点油，然后后边的轴套一样也注点油。注好油之后，我们前后使劲的多拉几次这个轴承，然后再转动几下，看一下这个转的非常的轻松，是吧？看一下非常轻。经过这样修复好的电机，再用个1-2年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，看电机能不能启动起来。打开开关，看一下完全没问题，是吧？直接转起来了。